每日中文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宇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，继续聆听汉字故事。在上一集，我们推开木门，抖落风雪，走进了家的温暖。而此刻，当我们已经围坐在年夜饭的桌旁，当烛光映照着亲人的脸庞，我们举起酒杯。在那一刻，每个人心中都暗暗许下了一个愿望，不是为了金钱，也不是为了权力，我们祈求的一切就浓缩在门外那张倒贴的红纸上。今天，请随王宇一起去品味东方文化中最受宠爱的一个字——福。让思绪飘回3000年前的商代，甲骨文里的福字并不像今天这样方方正正，它是一幅动态的画。左边是祭坛，也就是士字旁，代表神灵和祖先；右边是一手恭敬地捧着一坛酒，这是酉字，酒坛最初的模样。你看到那幅画面了吗？一个人站在祭坛前，双手献上最好的美酒，浇灌于地，祭祀神灵。所以福最原始的逻辑并非单纯的索取，而更像是一种虔诚的交换。古人相信，只有当你懂得先给予，献出最珍贵的美酒，才能换来神灵降上福祉，护佑昌生。这就是福的源头，神灵的保佑。时光流转，人类逐渐走出对神权的敬畏，开始主宰自己的生活，福字的样子也随之改变。当年的酒坛演变成了民间最津津乐道的3部分，定义着凡人的幸福。请仔细看现代福字的右边，上面是一，中间是口，下面是田。一个人拥有一方田地去耕作。虽然这只是后人的民间俗解，并非造字本意，但却精准地道出了中国人心中的最朴素的真理，这就是福。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来说，幸福不是什么宏大的抽象概念，幸福是安居乐业，是晨兴里黄月，待月荷锄归，是全家温饱。从神灵的护佑，福字走下神坛，变成了世俗的渴望。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有趣的习俗，过年的时候，人们常把福字倒着贴。在中文里，倒和倒谐音。当有人惊呼说哎呀，福倒了，其实他也是在欢呼啊，福到了。从农人的一方田地，福字的边界开始拓展。古人教导我们，福不盈独享，当福泽拜分享给众人，我们称为福利。当福和好运结合，便有了世间最美的词汇——幸福。幸是运爱的运气，福是长久的安稳。幸福就是偶尔的喜悦和长久的安宁相遇。在春节跨过我们上一集讲的家门，人们常互祝5福临门。这5福是什么？是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，这便是圆满的一生。但是朋友们，王宇想请大家再看一眼福字，慢慢的看。福字是一种绝妙的平衡，左边是士字旁，代表信仰和使精神；右边是田，代表物质和耕耘。如果只顾着在田里劳作赚钱，而忘了祭坛，忘了道德和敬畏，福字就会倾斜。反之，如果只知道求神拜佛，却不愿意在自己的田地里挥洒善汗，那所谓的福也只是镜中水月。福字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幸福是有衣食无忧的田，心田里也依然存留着一份敬畏和善良的士。良田晚庆不仅是福，
知足常乐，珍惜当下才是大福。我们从上古祭神的酒坛讲到了农人耕田的梦想，又领悟了物质和精神的平衡之道。这个春节，当你把福字贴上门，或者当你收到一个红红的红包，别只祈求富贵，请祈求内心安宁，祈求你的田地，也就是你的事业风调雨顺，祈求你爱的人岁岁平安。感谢大家今天随王宇一起接到了这个福，有了家，有了幸福，下一个故事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？敬请期待。我是王宇，祝大家新的一年福如东海，从容自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